注意，对方这封手啊！哎，掌心，掌心，掌心！注意看，这绝对是张伟丽职业生涯最危险的一场比赛。被对手击倒老外，并没有手下留情，反而继续用残暴凶猛的拳法压制张伟丽，最后甚至将张伟丽的鼻子打骨折，使其鲜血横飞。究竟是何方神圣，能让张伟丽遭遇如此惨烈的挨揍经历？此人就是来自巴西柔术之乡的桑托斯。桑托斯与张伟丽一样，都是世界擂台鼎鼎有名的格斗女狠人。放眼整个巴西拳坛，能与桑托斯抗衡的选手寥寥无几。这也是桑托斯如此自信来滑踢馆挑战的原因。毕竟中国拳坛是一块极具诱人的蛋糕，外国选手们纷纷想要来中国分一杯羹。尤其是当他听闻自己的对手是张伟丽的时候，桑托斯居然大言不惭地声称，张伟丽根本没有资格拿到世界格斗冠军，自己要亲手将其打残，送进医院抢救室。要知道，张伟丽大大小小参加了几十场格斗比赛，作战经验极其丰富。尽管桑托斯在巴西拳坛找不到对手，张伟丽依旧要拿出100%的战斗力，教教他如何做人。好了，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看看今晚两位选手的表现如何。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黑色短裤就是中国选手张伟丽，红色短裤就是巴西选手桑托斯。桑托斯贵为巴西柔术界的明星选手，私下里却进行着激烈残酷的拳击训练。因为桑托斯一直崇尚打比赛一定要全能为主，所以在今晚的比赛，桑托斯不仅要在地面威胁张伟丽，还要在站立拼拳阶段与张伟丽抗衡到底。Joga o jab e mexe a cabeça. Joga o jab e mexe na cabeça. Vem direto, bora pegar. Vamos, chocolate. Vamos, derruba. Olha a guarda, chocolate. A guarda, chocolate. Isso. Mexe a cabeça. Três, chocolate. Bora. Três. Eita a cabeça, teu jab, chocolate. 张伟丽的精准重拳非但没有阻止桑托斯前进的脚步，反而因此将桑托斯激怒，打算冲进内围拼拳换脚。不得不承认，桑托斯这家伙真是一个硬骨头，甚至还打算在站立阶段将张伟丽狠狠压制。不过张伟丽本身的移动速度出奇的快，自然短时间内桑托斯无法完全扰乱张伟丽的比赛节奏。关键要看接下来的比赛张伟丽如何应对。Joga direto, chocolate, mexe a cabeça. Mexe a cabeça. Isso. Vira pra frente, chocolate. Cata ela. Boa. Mexe a cabeça, chocolate. Mexe a cabeça. Chocolate, bora. Mexe mais a cabeça. Mexe a cabeça. Vamos sim. Isso. Joga o dinheiro na cara dela, chocolate. Joga o dinheiro. Três saiu, bora, três. Joga o dinheiro. Tá pegando na dinheiro, direto. Joga o dinheiro, tá entrando. Vai. 想不到在对峙期间，张伟丽因为防守失误吃了大亏，桑托斯这家伙却选择步步紧逼，不给丝毫的喘息调整机会。对此，张伟丽也只能一边后撤，一边进行防守反击，避免因为失误再次被对方击倒，丢失比赛点数。目前两位选手的对峙环境相当激烈，难解难分。不过看着桑托斯的架势，并不想将比赛结果交给裁判，而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将张伟丽 KO 送走。Vai dar mais, chocolate. Bora, garoto. Olha pro queixo dela, chocolate. Olha pro queixo. Chocolate, olha pro queixo. Bora, chocolate. Três mãos. Olha pro queixo. Vai pra cima, chocolate. Vai de jeito. Derruba. Três mãos saindo. Três e sai. Bora. Fica, três saindo.
桑托斯为了 KO 张伟丽可真是豁出去了，完全不做防守，只是一股脑的发起冲锋。尤其是桑托斯所打出的摆拳，犹如镰刀所过之处，寸草不生。张伟丽躲避不及时，也被多次命中面部。不过在双方体力充足的情况下，张伟丽还能谨慎应对。要是在之后的回合，张伟丽被精准命中，那时候再去反应过来就来不及了。记得在路上过来，记得上面碰一下，等三了，上面旁边，开始拿刀，respira上过来，20 segundos, respira. 20 秒。Bora, bora, 5 segundos. Deixa a cabeça de chocolate, toma a cabeça parada, você é bom. Você é bom. 比赛来到第二回合，张伟丽在上回合末险些被对手 KO， 桑托斯的重拳的确给张伟丽造成了巨大影响。而来到这回合的张伟丽也开始保持比较稳定的保守战术，一旦看到桑托斯接近，不是后撤就是搂抱，张伟丽也需要一些时间进行调整。但是看着桑托斯喋喋不休的样子，也让张伟丽气愤不已。不要用别人打他，Esgrima, chocolate! Ganhou! Não, chocolate! Joelho nas pernas! Joelho na perna! Joga dentro da perna do joelho! Olha a queda, hein? Joga o joelho! Joga o joelho! Só! Bate! Dois dias! Bora, chocolate! Dois! Bora!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伟丽逐渐适应比赛节奏，在站立拼拳阶段，张伟丽丝毫不怂，坚持要将桑托斯狠狠暴揍，捍卫比赛尊严。这时候的桑托斯才想起来利用抱摔动作将张伟丽拖入地面缠斗，但是因为桑托斯在比赛前期浪费了许多体力，这时候已经完全回天乏术，难以应对，只能被张伟丽压制在地面，无法还手。最后公布比赛结果，张伟丽实至名归，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大家认为张伟丽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中国百年难得一遇的格斗女神童横空出世，年仅10岁的她早已在职业擂台豪取30连胜，至今难逢敌手。就连咱们中国的格斗冠军张伟丽都对她青睐有加，更是破格将其收为自己的关门大弟子。没有错，如此年轻有为的格斗女神童名叫李玉轩。李玉轩小年纪便已经开始学习自由搏击与传统武术，还在儿童时期，李玉轩就开始征战职业擂台。而她的父母就是希望将李玉轩培养为张伟丽这般的世界冠军，为国争光。尤其是跟随张伟丽的这几年，李玉轩的实力突飞猛进，在自由搏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成为了人人赞扬的天才选手。就在李玉轩越战越勇、连战连捷时刻，
日本官方直接派出他们的11岁踢拳神童来华挑战，其目的就是为了击败李宇轩，开拓中国搏击市场。虽然在战绩方面李宇轩更为出色耀眼，不过这毕竟是日本岛国斥资200万培养的踢拳神童，所以今晚的比赛将会是中日两国儿童最强对决。好了，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看看今晚两位选手的表现如何。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紫色短裤就是中国选手李宇轩，绿色短裤就是日本选手早川美佳子。没想到两位小朋友在擂台上打得如此焦灼难解难分，其比赛的观赏程度要比其他比赛更加精彩。李宇轩凭借自己高频率的拳法逐步压制了早川美佳子，这也是为了更好的扩大比分，赢下最终胜利。早川美佳子他这个日式踢拳风格是打得非常的明显，打了拳踢腿，哎呀，一侧踹。这个李宇轩虽然说是冲得非常猛，哇，这比赛太精彩这个双方进入的都快，你看这场儿童比赛的水平真的是丝毫不输成人赛。比赛节奏极快。哎呀，这是一场女子比赛，不光是女子比赛，还是女子儿童赛。你看，哇，你看这摆下勾拳，非常规范的动作，这动作。在短暂的拼拳换脚之后，观众们也发觉了李宇轩的打法十分全能，不论是中远距离还是内围拼拳，李宇轩从来没有害怕过，还多次的命中早川美佳子的头部，扩大比分。对此，早川美佳子只能施展一些内围缠抱来减少体力消耗。然而李宇轩多次的想要推开对方，却被死缠烂打，搞得不可开交。要知道这在泰国的曼谷呀，这可是世界泰拳之都啊！这是。对啊，有这么精彩这个美少女比赛，太一个很好的侧踹，把这个早川给踹倒了。你看，现在在这个战术运用上，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李宇轩要运用的更好、更娴熟一些。虽然看只是冲得很猛。可以看到这个李宇轩，他的这个弹药库啊，他的这个武器库是非常的全面的，不光是有这个远距离、近距离缠抱中的这个对腹部的击打，以及控制距离的这些这个。比赛来到第二回合，在首回合早川美佳子因为轻敌导致被多次命中，所以这回合的早川美佳子决定逼近李宇轩的内围，势必要将自己所失去的比赛点数全部打回来。毕竟这可是中国选手们的主场。如果早川美佳子不能在有效的时间内为扳回比分，只会被裁判判定输掉了今晚比赛。正因如此，李宇轩才会如此英勇，绝不退缩。早川美佳子打的是非常顽强，但是他这个珠宝库啊，他的武器库显然是没有李宇轩那么完美。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南方来自日本的早川美佳子，从年龄来说，这早川美佳子比这李宇轩要大一点啊。我们拿到这个数量来看，但是在场面上，他并没输给他。好的一记洗澡踢，这个真快！双方都是不停地在输出啊。本场比赛看起来非常的充实，而且不知不觉比赛已经到了最后的1分钟。虽然早川美佳子被李宇轩揍得很狼狈，但是不得不承认早川美佳子的抗击打异于常人，多次承受重击都没有放弃进攻。除非这场比赛发生击倒 KO 的情况，否则按照目前的比赛局势来看，李宇轩获胜的机会很大。而李宇轩在学习张伟丽的一些战术打法，早已控制好了比赛节奏，关键就看早川美佳子能够撑多久。我相信以后中国的搏击一定会走上世界更高的巅峰。你看，因为看到了李宇轩前摆后直，对吧？你看看，是不是？因为看到了李宇轩，我看到了中国搏击今后的希望。击头，非常立体化的打击组合。然后第二回合比赛结束。好吧。洪老师，怎么样？比赛来到第3回合，也许是发觉比赛时间已经为数不多，无论是李宇轩还是早川美佳子都开始不顾防守，
只想火力全开的暴揍对方，争夺最后的比赛点数。然而强势拿到2回合节奏的李宇轩已经处于不败之地，除非早川美佳子可以在最后时刻 KO 对方。不过毕竟他们的双腿都带着护具，所以想要打出 KO 目标简直是难如登天。过头肉真拼两寸土，速度非常快这个李宇轩可以说是在这个儿童比赛中看起来像是一个五边形的战士啊。然后挑完了一个一前蹬腿拉出来，中远距离再重新杀进去踢，从远到近且从近到远，观赏性真的是非常非常强。你像他们这个年龄阶段的话，能对赛事一个搏击能够理解到这种程度，而且技战术水平达到这种高度，很难得很难得。你看推开的时候一很冷的拳又打了出去，如果这是在成人比赛中的话，会是非常非常的危险。你看这战术的一种运用，是的，哇，可以看出这个李宇轩的这个拳商是非常高啊。我觉得这个李宇轩从这个早川美佳子比赛可以打2番战、3番战，会越打越精彩。是的，同时我们还可以见证2个小时。比赛已经来到了倒计时阶段，2位选手从比赛开始到现在一直在拼拳换脚，从未停歇，就连主持人都表示实在是太精彩焦灼了。如果再给李宇轩这位中国姑娘10年成长时间，说不定会成为超越张伟丽的恐怖存在。再加上中国拳坛目前正在蓬勃发展，说不定未来中国拳坛还需李宇轩这类选手来带领撑大旗。不用管他们自己知道，到时候就该拉开了，而且打得非常干净，没有任何这种脏的动作。比赛态度极好，是的，特别纯净，特别纯真，非常纯净的拳风，一种非常不错的风格。最后10秒钟，体能多好，从第一回合打到现在就没有休息过。2个小朋友带嗨了整个现场的气氛啊，太精彩，太精彩了。最后公布比赛结果，李宇轩实至名归，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大家认为李宇轩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